素衣，你说句话呀！我们剑修都把自己的本命剑当做妻子，你竟然骗婚！你这把冷酷无情的剑，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的！剑池每10年会开放一次，供剑宗天骄挑选本命剑。我一眼就看中剑宗这一代的天才江寒，在所有人都在急切挑选，就怕下一秒神兵就被抢没了的时候，只有他姿态懒散，闲庭信步。我立马换成一个稳重的老者，出现在他面前。请留步，年轻人。你要选的是这把一般厉害的离火剑，这把普通厉害的避雨剑，还是这把无坚不摧的绝世神兵素以剑呢？就这把黑漆麻乌，中间断过一截，看起来还没我家菜刀锋利的破铁，也叫绝世神兵。黑是因为它通体由无上玄石打造而成，没有掺杂一丝杂质，看起来并不锋利，是因为它有天下无双的剑气，无需锋利的剑身。至于中间断过一截嘛，这就说来话长了。那你就长话短说。传说从盘古开天辟地起，共工怒出不周山。总之就这么断了。行吧，但是你这把剑卖相也太差了，我带出去都丢人。眼前的少年意气风发，眼眸清澈的一眼可以望到底。对付这种年轻人，手拿把掐的事情，我继续循循善诱道：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把平平无奇的剑怎么会出现在剑池呢？定然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当你的同门都拿着千篇一律的宝剑，只有你拿着一把充满了故事的剑，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定是有什么奇遇。毕竟，作为天选之子，你怎么能跟其他同门一样呢？最后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，江寒已然被我说服了。他沉思几秒，你说的有道理，素以剑是吧？你可愿与我缔结契约，做我的本命剑？素以愿意。契约成立，江寒抽出长剑，心情很好的把剑挂在腰间。我趁此机会赶紧跟其他好心剑告别。离火、避雨，今日多谢你们了，回头我再来看你们，给你们挑个好主人。别逼逼了，好不容易骗到一个，你赶紧走，不然他发现上当后又把你扔回来，可咋整？是啊，素姨，现在这么傻的人已经不多了。记住了，你伤还没好，对战的时候少出力。反正我看这小子实力还不错，自己能挺过去。我走了。剑池外，挑选到神兵的弟子志得意满，没挑选到心爱之剑的弟子神色灰败。我听见他们在议论江寒。师傅说首席师兄的天赋是剑宗100年来第一，想必他选的剑一定是把不是名剑吧？那肯定的，江寒师兄本身天赋惊人，要是再加上一把神兵利器，我都想不出他的敌人有多惨。你们说他选的是离火还是避雨啊？江寒带着我走出去的时候，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腰间的我。虽然我只是一个剑灵，但在这时依然呼吸困难，提心吊胆。面对这些震惊的目光，江寒反而了然地笑了。我已经不敢想象接下来的画面了。江寒师侄，这不会就是你的本命剑吧？是啊。神物自会，师侄可否将剑上的障眼法去了？障眼法？这把剑本来就长这样。是啊。掌门师兄，救命啊！你家弟子完蛋了！师叔，我怎么就完蛋了？你是看不起我选的本命剑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这把剑可不一般。什么不一般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被骗了，剑池里根本就没有这把剑。江寒呆住了，等反应过来，他脸色也变了，不敢置信地问：您说什么？哪儿来的野剑？竟敢骗我天真善良的师侄，你的良心过得去吗？江寒死死地盯着我的剑身。你说句话呀！我们剑修都把自己的本命剑当做妻子，你竟然骗婚！你这把冷酷无情的剑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。就在这时，江寒的师尊剑宗的当代掌门终于姗姗来迟，打量了我一眼，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若有所思。我还以为他认出了我，但下一秒他却转身安慰起弟子：江寒，你先别急，本命剑虽然生死不离，但也有解除契约的办法。师父，什么办法？
断剑。师傅，这个办法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？不是你想解除契约的吗？有没有别的办法呀？这把剑好像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识，断剑很痛的。真是傻小子，阁下还不出来？素衣姑娘，剑灵还是个大美女。我也不知道我的长相有什么地方可让她脸红的，倒是以前确实有许多剑修对着我的剑身激动得面红耳赤。我顶着众人鄙夷的目光，厚着脸皮说：骗他认了本命剑是我不对，但是宝剑锋从魔力出嘛，掌门你也是知道的，待我养好伤，定然不逊色于任何神兵利器。在场的都当我仍在信口开河，只有掌门沉默地看着我，他知道我没说谎。因为我曾是剑池里最耀眼的一柄剑，500年来多少天纵之才都没让我低头，唯独一次看错了人，便落到如此下场。但他终究没有为我解释，而是皱着眉沉思。师傅，我觉得吧，再换本命剑太麻烦了。一看就知道，他气的不是我慧剑宗只传少数弟子的剑法，而是我瞒着不告诉他。就这样，江寒还是带着我这把破剑回去了。事情已了，我便先回去休息了。你就准备这么回去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问我怎么了？身为剑灵，难道不是应该时刻伴于剑主身侧吗？我不是一直在你身边吗？我可是剑灵啊！那我还是剑人呢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不要那个死物陪我，我要你陪在我身边。可是，我的前任剑主从来不是这么说的，他总是说我的存在会妨碍他练剑。那我看着你练剑吧。他眼神飘忽一下，脸突然又红了，熟练的剑法也被他使得磕磕绊绊。果然，那人说的没错，我的存在确实会影响到剑主练剑。没过几日，江寒收到一个任务，下山营救被魔族俘虏的同门。长老们都有点忧虑，蛰伏已久的魔族重现天日，未来修仙界想必没那么平静了。江寒却没想那么多，一心要出风头，顺便显摆一下刚得的本命剑。我也没想那么多，反正我的剑主天赋惊人，实力不错，不需要我担心。结果我们一出门就遇见了魔界的大护法。快跑，赶紧回去找掌门！江寒毫无退意。剑之巅，傲世间，有我江寒便有天。剑来！师兄，你在干什么？见我不动，江寒蹙眉，重复了一遍。我只能勉为其难地将他护在身后，面前的大护法却没有立即动手。这我也能理解，因为这年头的傻逼已经不多了，看一眼少一眼。苏以剑，我以剑主的身份命令你，上去杀了他。凭什么让我上？你自己怎么不上？你不是我的剑灵吗？哼！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，人剑平等，你再吵就从我身上下来。拜托，我现在在御剑飞行啊。那凭什么不能御人飞行？大护法已经坐下来，边嗑瓜子边看。素爷，你能不能看一下场合？人命关天，现在不是你闹脾气的时候。其实也没有那么急，要是师兄你没那么怂的话，可能还更有说服力。素爷，你不是说你是绝世神兵吗？江寒，那你还说你是剑道天才呢？我看你是怕了吧？就这还绝世神兵呢？你才怕了呢！胆小鬼，狗屁的天才！就这样，我们一人一句，每说一句便后退一步，已经撤出一大段距离。大护法嗑瓜子的动作一顿，
终于发现不对。你们是不是要逃跑？谁说我们要逃跑啦？所以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便同时出手，共同对付这个魔族。剑主，我正有此意。好，那我数3、2、1，然后一起出手。3。好剑，不错，我素以剑确实是把好剑，江寒他也是个贱人。我们火速回到宗门通知掌门，掌门反应及时，很快出手救下那些弟子。但我和江寒的对话传了出去，已经成为整个修仙界的笑柄。我们又吵起来，嫌弃对方拉低了自己的风评。一边吵，我一边教江寒试水剑法。不得不说，他有一句话没说错，江寒的确是个剑道天才。我只在他面前使了1次，他便尽数学会，运转自如。我不禁感叹，你是我见过最适合学试水剑法的剑修。你还见过其他剑修？这是重点吗？一般来说，江寒不是应该被我夸一句就得意忘形，开始自吹自擂了吗？江寒练完剑，取出一块锦帕，开始擦拭我的剑身。破破烂烂的长剑被他擦得锃光瓦亮，映出他专注的眉眼。我听祝剑锋的师叔说，北境有一种玉美，可修复断剑之伤。不行，现在魔族已然出世，北境太危险了。怕什么？北境不是有剑仙沈玄镇守吗？剑仙沈玄，听见这个名字，我沉默半晌，但一抬头却看见江寒比我更紧张的表情。江寒不是真的傻，想必他早猜出了我曾经是沈玄的本命剑，但他从未问过我为何断剑，又为何沦落到剑池。他唯一的担忧，只是怕我重回沈玄之手。放心吧，我是你的剑灵。既已决定前往北境暮色剑河中，我们未告知任何人，一人一剑便上路了。北境的确如传闻中那样，魔族肆虐，苍生涂炭，遍地疮痍。一路上，江寒已经杀退3匹魔族，救下1村人的性命。饶是他实力出众，奔波于命了这么久，他也有些撑不住。但因为死要面子，脸上还端着冷峻肃杀的神情。素衣，快过来撑我一把。我可不惯着他，路过他身边时，轻轻踢了一下他的小腿，江寒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他不敢冲我发火，却情不自禁抱怨起来：一路过来全是魔族，沈玄到底在干什么？他不是一人可挡万魔吗？多年前，沈玄一身白衣，翩然如玉，立于万千魔族面前，只是一剑便让数万魔族大军灰飞烟灭，才有了剑仙之名。听见这个名字，几个村民抬起头，神色各异，动了动嘴唇，却什么也没说。什么剑仙？我呸！沈玄才配不上这个称号。嘘，仙人恕罪，小女年幼无知，冒犯了剑仙大人。怎么回事？你来说。沈玄有一个女弟子叫叶绵绵，被魔尊看上了。魔尊掳走叶绵绵时，沈玄竟然全无招架之力。后来叶绵绵投靠了魔族，当了魔尊的夫人。沈玄上门阻止，反而被打成重伤。之后他便一蹶不振，根本不再管我们北境百姓。不，他起初或许是管的，但只要领兵的是叶绵绵，他就下不去几手。听完之后，我和江寒脑子都嗡嗡的。说沈玄打不过魔尊，我能理解这种感受。沈玄成名太早，威望太重，修仙界的年轻剑修几乎是听着他的名字长大的。被视为神话的剑仙，败得如此轻而易举，任谁都难以接受。那个叶绵绵又是什么东西？身为剑修，竟然投靠魔族？她是沈玄的亲娘吗？对一个叛徒竟还下不去手。但说曹操，曹操到，晴朗的天空忽然间阴沉了下来，黑云压城，细看却是一大片的魔族。江寒持剑的手瞬间就不抖了，如临大敌，而我则在他们抵达的前一刻，倏然进入素以剑里。沈玄那废物不敢出来，就派你们这些蝼蚁来送死。剑宗江寒前来赐教。大人，此人就交给我吧。江寒和对面的叶绵绵摆出一模一样的起手式。不得不说，在我面前用试水剑法，叶绵绵简直是活腻了。不到100招，叶绵绵就败于江寒之手。他对叛徒没有怜悯之心，寒光一闪，就要当着魔尊的面杀了叶绵绵。而我突然感受到了一个熟悉的气息，素以剑被剑气打得一偏，剑锋擦着叶绵绵的脖颈而过，
但救下叶绵绵的不是饶有兴致观赏着的魔尊，而是忽然出现在此处的沈璇。他依旧白衣胜雪，身姿挺拔，但脸上只剩下疲惫与颓废。他一手挡下江寒的杀招，眼神复杂的看着闪身回到魔尊身边的叶绵绵。沈璇，你也投了魔族？绵绵只是一时走错了路。我是你8代仙人的，你怎么不早点去死呢？你不知道当年的事，绵绵她不知死活的小兔崽子和败家之犬，倒是新奇的组合。沈璇，你的剑呢？哈哈哈哈！你不知道吧？10年前，沈璇和绵绵交手时不慎用剑伤了他，于是折断剑身，发誓此生再不用剑。这是人干的事！你不是剑仙吗？不用剑你算个什么啊？江寒，让一让，我要上了。什么？魔尊，你可敢接我这一剑？有何不敢？哼！他爹的，竟敢耍老子！好，那这一剑，你又敢接吗？雕虫小技！不可能！区一把无名破剑怎么能伤得了本尊？不敢就不敢，吼那么大声干嘛？一剑过后，我的灵识急速衰退，江寒重新掌控身体，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，他却只是难以置信地盯着手上遍布裂痕、即将碎裂的长剑。所以，别废话，我弄死你！后一剑，受死吧，魔尊！还来！魔尊大惊失色，下意识止步，江寒趁机转身逃走，身后只剩下魔尊的怒吼。江寒带着我，终于踉踉跄跄追上了先前撤离的村民。仙人，他们先是惊喜，继而看见他怀里的碎剑，刹那间鸦雀无声。江寒跪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将素羽剑放在膝上。你出来！刚刚借用老子的身体装逼，现在不认账了是吧？赤水剑啊，你可真厉害！我都没开口让你救，你怎么能……压抑的哽咽声在寂静的山谷里格外清晰。我隐约有了意识，但是强忍着没动，还不是时候。村民们面露悲戚，几个妇人悄悄别过头抹泪。先头那个快言快语的小姑娘似乎想起了什么，拉了拉她母亲的衣角，小声地说了几句话。妇人一怔，随即像是下定决心，从贴身的衣襟内取出一个层层包裹的小物件，小心翼翼地捧出来。仙人，这是俺们村的宝贝，说是能给神兵养魂续命。俺们不懂，但是剑灵姑娘是为了救村子才，请您试试能不能救救她。江寒猛然抬头，他看着那块玉髓，又看着这些淳朴的村民，嘴唇动了动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这样式的玉髓，俺们村还有一条矿脉。真的吗？原来你还会说话呀！江寒带着一把破破烂烂的剑离开剑宗，又带着一把更破破烂烂的剑回来了。一时间，所有人看江寒的眼神都变了。同门看了叹息，长老见了流泪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就算想换本命剑，也没必要这么狠吧？没想到江寒师兄竟然是这样的人，拿剑当老婆就算了，怎么还家暴本命剑啊？怪不得他不选离火和碧玉，专门挑了把破剑。原来是有这种见不得人的癖好。你们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？我没有家暴本命剑。所以你不否认自己拿剑当老婆吗？剑修的事，你们懂什么？练剑当然要远离女人，但剑又不是女人。人言可畏，他怒而闭关练剑。我没想到我顶号上线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有这么大，竟让这个自命不凡的天才不再以天赋为傲，开始没日没夜的练剑。他原本就天赋过人，加倍投入后，进度一日千里，令跃进无数天才的我都为之叹服。但他毕竟还太过年轻，无论再怎么努力，短时间内还是难以与魔尊一战。我知道他这么拼命是在担心什么。那日我挥出那一剑，想必沈璇已经认出来了。果不其然，
数月后，万众瞩目下，一位谪仙人乘鹤而来，上门讨剑。本尊今日前来，是为取回噬水剑。这里没有噬水剑，就是你的本命剑素仪。哇，慧眼识剑！原来你也知道这是别人的本命剑。如今魔族势大，若无噬水剑，本尊难以抵抗魔尊。噬水在你手中不过明珠蒙尘，回到本尊手上，方可斩妖除魔，必有苍生。念在你温养此剑已有些时日了，本尊可予以补偿。灵丹、秘籍、剑法，任你挑选。天哪，灵丹秘籍，这得值多少灵石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随便一样都给我修到金丹。江寒这下发达了。不还，折断过他的人，没资格当他的主人。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此剑关乎天下安危，岂容你任性？哼，怪不得连魔族都看不起你。你当初为儿女情长，亲手将这天下安危弃之如敝户，现在倒是想起来了，又开始不要脸的道德绑架。什么狗屁剑仙！他不再纠缠江寒，语气也软了下来。逝水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但如今魔族当前，就算你恨我怨我，也请以苍生为念。我默默地望着他，想起的却是当年第一次见到他时的场景。我出生灵智时，也自负神兵，睥睨万剑，发誓要找一个天纵之才当我的剑主。于是我在剑池足足等了500年，才等到了沈玄。我将自悟的噬水剑法倾囊相授，而他也不负所望，以手中长剑令逝水之名响彻修仙界。我伴他南征北战，既是手中利刃，亦是剑道之师，生死之交，却忘记了人类是会寂寞的。沈玄在收叶绵绵为徒时，我曾表示反对，因为叶绵绵根本没有用剑的天赋。沈玄却反问我，不是所有事都是用天赋来决定的。如果当初我没有天赋，你还会选我做剑主吗？当然不会。也是，剑灵哪里懂得人心呢？我一直不理解他那句话，直到偶然有一天撞见被人用一部假剑法骗了的江寒，他真的以为那是噬水剑法，硬着头皮苦练。我看不下去，指点他几招，他还不领情，骂我骗子。但这部莫名其妙的假剑法却被他练成了一部崭新的剑法，虽然稚嫩，却难掩惊艳。那时我突然理解了沈玄收叶绵绵为徒的心情。纵使江寒属火，不适合练噬水剑法，我也很想教给他，只是我没来得及教他。北京的漫天风雪中，不止我与沈玄两人。叶绵绵不满沈玄沉迷剑道，忽视了他，竟在一次切磋中故意设计让我伤了他。谁也没料到沈玄竟然为此断剑，将我生生撕裂的痛处理，断的不仅是我们之间所有的因果，还有10年并肩的过往，无数次的生死与共。他将我随手扔在雪地里，却不知我灵石未散，在原地看了他10年，整整10年，他都没有再用过剑。我终于死心，撑着最后一口气回到剑池养伤。离火一直催着我找个剑主疗伤，但我已在沈玄身上死了心，不打算再和任何人签订契约。直到一日，碧雨带来了江寒的消息。我很看好的一个剑修叫江寒，这小子修炼刻苦，天赋也高，可惜是个恋爱脑。听说他被发现私学噬水剑法，严刑拷打之下，非说自己梦遇素衣仙子受剑，现在剑也不练了，跟丢了魂一样，到处在找那个女人。也快到他们新弟子挑选本命剑的时候了。不知道他会选哪一把剑呢？对了，新来的，我好像还没问过你的名字。素衣，不，我叫素以，素以为炫的素以。不是吧？剑灵也有恋爱脑？于是此刻，我就站在沈玄面前，铿锵有力地说：“我不能跟你走，不然我的剑主会不开心的。”他陡然怔住，看着我，又猛地看向一脸嚣张得意的江寒，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突兀地笑出了声。怎么可能？逝水，你不是那种不在乎天下苍生的人，怎么可能就为了这小子，你还在跟我赌气吗？天下苍生算什么？我可是恋爱脑啊！你怎么能不理解我呢？当时你为了叶绵绵折断了我，现在我为了江寒不跟你走，不是一样的吗？别跟我联系了，我怕江寒误会。逝水，没了我，你怎么抵挡魔族大军？你会后悔的。比起我，更害怕的是沈玄，因为没了我，他会跌落云端，让全天下都知道他是一个废物。不是剑仙选了我，我才是神剑，而是我选了谁，谁就是剑仙。我一回头，看见红着脸神游天际的江寒。这算官宣了吗？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可以叫宝贝，但是没有关系哦。早知道就让你烂在剑池算了。我知道他虽然为我坚持选他而窃喜，其实还是担忧魔族的事，便招手道：“你过来。”
我教你一招。必须得这样吗？变态竟是我自己！给我摸一下你的剑。啊，这位师弟，你也不想让掌门知道你在造谣我吧？师兄，我错了，你要摸就摸我吧，我的凌若她是无辜的。江寒沉着脸，二话不说把师弟撂倒，强行摸了一下他的本命剑。第7个，加油，争取把整个门派都摸一遍。师叔，请给我摸一下你的剑。什么？江寒啊，师叔理解你压力太大，但是你找死！抓他！抓他！师尊，请让我摸一下师娘。逆徒，你终于疯了不成？就这样，魔尊带着大军进攻的时候，江寒终于摸完了剑宗所有的剑。沈玄上阵应敌，不出3招落败。掌门与众长老同时结成剑阵，才堪堪守住山门。魔尊正嘲笑剑宗无人，绝望的情绪如同瘟疫般在众人间蔓延。关键时刻，江寒越众而出，众人更绝望了。这个有病的变态出来干嘛？摸魔尊的剑吗？天啊！我的凌若到现在都不肯出来，我现在看什么都是绿油油的。江寒强装镇定，当作什么也没听见。江寒，你的剑不是在上次就断了吗？复活吧，我的爱人！错了，不是这句。万剑归宗。刹那间，宗门之内万剑齐鸣，弟子手中的佩剑，长老珍藏的古剑，甚至剑池沉寂多年的名剑，此刻都不受控制地脱壳而出，直冲天际，简直是太酷啦！但实际上，我跪在剑池边，哐哐磕头。各位大哥大姐，给我素野一个面子，求你们了！所有人的老婆，不是，所有人的剑汇聚在一起，浩瀚的剑气撕裂云霄，然后在天空缓缓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屁股形状的剑阵。所有人看着天空，都是一脸问号。什么万剑归宗？这不是合成大屁股吗？只有魔尊隐隐察觉到不对劲，露出惊恐的表情。但也晚了，那个巨大的屁股飞快地把魔尊和几万大军围住，迅速包抄。其中阵容是这样的：来组成前列腺，我来组成那什么门，我来组成大肠，我们来组成小肠。离火把所有对我的恨意都宣泄在了魔尊身上，把人捅了又捅。所有人都沉默地仰望天空，看着那个剑阵不停吐出死掉的魔族。他们看向江寒的眼神顿时充满了敬畏。你没告诉过我是这样的。各位同门，不能让我们的剑单独上阵啊！我的老婆！这一天后，所有人都永远忘不了那个屁股剑阵。当年沈玄大破敌军，人称剑仙；如今江寒也破敌军，人称剑鬼。因为一提到他的名字，大家就说是那个见了鬼的江寒吗？剑宗剑池也成了诈骗案频发的地方。每年都有不懂事的新弟子想复刻我和江寒的传奇，选了把破剑而惨遭欺骗；也有不死心的弟子年年去求离火和避雨当他们的本命剑。还有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疯子，一天到晚待在剑池边找着什么东西，说自己弄丢了一把剑。不过这都跟我没关系了，我因为跟江寒吵架，导致他跟别人打架的时候，他叫了3声剑来，我死都不肯出来，不仅不出来，还帮着对手戳他屁股，最后他不得不跪在地上求我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回去就给你买漂亮的剑枪，帮你每天不重样。万剑归宗！走，我们回家。